我嫁，江巧巧不嫁，我愿意嫁。眼前这个女孩宁愿嫁给一个傻子，也要离开江家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家的养女江穗。是江大勇在山上，谁知道带回家却遭到了江大娘的强烈反对。5年前江大勇去世以后，这江大娘便对待江穗十分苛刻，江穗就没过过好日子，日日搓磨她。就在几天前，江穗因为得了风寒，晚上高烧不退，陈金花那个哒哒哒的就是不肯给她抓药，以至于原来的江穗直接高烧的意识不清，最后人儿发了。于是20世纪的江穗穿越到这具身体上，她好不容易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，结果就在刚刚，她居然听见了萧鹤川这个名字，让她想起她穿越过来之前看的一部古早言情文，说萧鹤川18岁以后一切会恢复正常，然后高中状元，加入翰林院。江穗没有金手指，身在这一世无依无靠，她总得替自己寻个出路。眼下嫁给萧鹤川就是最好的出路。你再说一遍，居然想让我家巧巧嫁给他家那个傻子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呸！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吧，这事儿没门。江家嫂嫂，你也犯不着朝我吼，这门亲事是你们家那口子从小就和人家说好了的，等到萧家老四满了18岁就拜堂成亲的。瞧，当初请老村长写的定亲书还在呢，按了手印的。萧老四已经满了18了，这才找了我过来说亲。媒婆是有备而来的，从袖子里拿出来一张泛黄的、已经皱巴巴的纸来。江大娘见状，心里头咯噔一下，伸手就要去夺那定亲书。媒婆也是个精明，哪能轻易让她抢了去，赶忙塞回了袖子。这是老村长亲手写的，做不得假。老村长德高望重，如今都已经90岁了，还记得当年这事呢。前些日子还问了2嘴，江家嫂嫂，白纸黑字，你要不要再想想？江大娘心虚，江巧巧更是直接哭了起来。我不管，我不认，他萧鹤川是个傻子啊，根本配不上我，反正我不嫁，死也不嫁。江大娘看女儿哭成这个样子，那叫一个心疼啊！我呸，有定亲书又怎么样？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。我家那口子早几年人都没了，这是他按的手印，又不是老娘按的，我凭啥认？再说了，那会也没发现他萧鹤川是个傻子啊。你们谁家有闺女愿意嫁给个傻子当媳妇啊？谁愿意谁嫁去。我记得林媒婆，你们家不就有个女儿？你这么帮着萧家，你让你女儿嫁去？说的是你们江萧两家的事情，你扯别人做什么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去把老村长和萧家人都请来，你同他们说去，好好的掰扯清楚。哼，真是钱难赚，屎难吃。要不是萧家老二媳妇是我亲戚，我才不想管这闲事呢。于是半个时辰以后，江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，老村长来了，萧家人也来了。既然老村长您也来了，那我今儿个就把话撂这儿。我家巧巧是不可能嫁给他们家老四的。我劝有些人死了这条心的好，我巧巧好好的一个黄花闺女，凭什么嫁给一个傻子？也别给我拿什么定亲书说事，有什么冲我来就成。我们家大勇去得早，我一个女人当家，也别看我孤儿寡母的好欺负。老村长叹了口气，看了看气势汹汹的江大娘，以及小声啜泣的江巧巧，还有低着头不说话的萧成。这事要不就这么算了吧，毕竟人家好好的一个闺女，确实没理由嫁给一个傻子，让人往火炕里面跳不是。老村长正欲开口，可就在这时候，一道突兀的女声插了进来。我嫁，江巧巧不嫁，我愿意嫁。只见江家院子的柴房里面走出来一个身形单薄瘦弱的少女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家的养女江穗。江穗举着一只手，一步一步朝着老村长这里走来，神情十分坚定。大家都意外地看着她，尤其是江大娘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死妮子，你这时候跑出来凑什么热闹？江穗没理江大娘，径直忽略她，来到老村长跟前。丫头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你再说一遍。老村长，江巧巧不愿意嫁给萧鹤川，但我江穗愿意。我虽然是江家的养女，但我也姓江不是。当年要不是我爹把我捡回来，说不定世上已经没有我这么个人了。我爹去得早，他生前是个最讲诚信的人，我不愿意他在九泉之下还背上个不讲诚信的帽子，所以我决定代替江巧巧嫁给萧鹤川。你当真愿意？事情反转太快，吃瓜群众们表示这热闹越看越起劲。江穗莫不是脑子糊涂了，居然上赶着往火坑里面跳。江大娘就算是再不济，以后总能给他寻个正常人嫁了，日子也有奔头不是？江穗她选择嫁给傻子，只怕是想早日离开江家，免得继续被江大娘搓磨。毕竟以江大娘平日里对她的行为，以后嫁的夫君估计也不会比傻子好到哪里去，还不如搏一把。至少萧家是曾经人家，家里劳动力多，能吃饱饭。萧叔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嫁给萧鹤川，您表个态吧。萧父一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，还是三儿子最先反应过来，扯了扯他的衣袖。江穗，你等我们先捋捋，一会儿给你答复。说完，父子4人便去了角落里商量去。爹，这是怎么个情况？这江穗该不会吃错药了吧？是啊，这事儿要不回去和娘商量一下再说。其实我倒觉得这事儿能行，江穗看起来身板是小了点，可也不缺胳膊少腿的。老四有个媳妇总比没有的好。3个儿子你一言我一语的，萧父头都大了，这是他做不了主，还是回去和他媳妇商量商量的好。穗丫头，这么地，你先等我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，明日再给你答复行不？萧成啊，我看这穗丫头挺好的，是个好孩子，面相也是个有福气的，我觉得这事可行，你回去和你家翠菊好好商量商量，难得人家姑娘不嫌弃不是。小成啊，还犹豫什么？
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就是江穗配你家傻儿子也足够了。萧成尴尬的笑着，带着3个儿子就先回了家。老村长也起身走了，村民们见热闹差不多散了，都跟着散了。江大娘才反应过来，小蹄子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你这个哒哒哒的，上赶着给傻子当媳妇，老娘养你10几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正当手快要拧上来的时候，江穗反手掐住了他的手脖子，把他往后面一推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这一推愣是让胖胖的江大娘趔趄了几步。嘿，反了你了！江大娘更生气了，做事又要来打江穗，结果被江穗一个眼神唬住了。我这是为了你们好，如果你们不被村里人的口水淹死的话，再说了，我也是为江巧巧考虑，她不是正和隔壁村的张秀才情投意合吗？要是这娃娃亲的事情不小心传到了他耳朵里，他这读书人自诩清高，想得多，难保不会对江巧巧生了芥蒂。我这个节骨眼代替他把这事了，岂不是堵住了村里人的嘴？这事儿自然也传不到张秀才耳朵里去了，反而还会成为一桩美谈。看你是想要多要几个银子呢，还是想江巧巧得偿所愿，顺利嫁给张秀才？你们自己掂量。一提到张秀才，江巧巧瞬间慌了起来，她可是做梦都想嫁给一个读书人的。还真是，要是张秀才听说我还有这么段往事，指不定就心生芥蒂，不愿意和我好了，那我这当举人夫人的梦岂不是落空了？娘，江穗说的对，这事儿可不能让张秀才知道，她想嫁给傻子就让她嫁吧。萧家虽然不富裕，可是他们儿子多，能挣啊。儿子娶媳妇，彩礼钱总得准备的吧？还想空手套白狼不成？彩礼少点无所谓，难不成你想看着你女儿错过张秀才，以后嫁给泥腿子，一辈子在地里刨食不成？说着，江巧巧又要哭了。江大娘这辈子就生出来这么一个女儿，宝贝的很，还指望她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呢。好好好，娘的乖乖，娘都依你还不成？江巧巧这才笑了起来。转眼，江大娘又继续恶狠狠地盯着江穗。你也别急着高兴，萧家那边要不要你还说不准呢。要是不肯要你，你就等着给别人做妾去吧。说完，江大娘便带着宝贝女儿回屋去了。江穗深呼出一口气，也回了柴房。她坐在床边，其实心里也没底。陈金花这几年日日对她非打即骂，江穗每天要在家里干各种家务，负责洗衣做饭不说，还得下地干活。江巧巧则是每天过得悠哉悠哉，跟个大小姐似的。江穗眼看着就满15了，前段时间陈金花还计划着给她找个人家嫁了，眼下嫁给萧鹤川就是最好的出路。按照小说里面的时间推算，这个时候萧鹤川已经满了18岁了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恢复正常。我只需要在此之前顺利嫁给他，然后处理好和萧家人的关系，当个贤惠的妻子和好儿媳，给自己一个保障。但如今就是不知道萧家那边是怎么想的。与此同时，萧家这边也已经商量上了。萧母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心里头有了考量，还不等大伙发话，她直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。这门妻事我同意了。娘，你都不考虑的吗？就冲着江穗不嫌弃我儿傻这一点，他就值得，也甭等明天了，咱现在就去找陈寡妇谈去。哼，那你们给我10两银子作为彩礼。我的个乖乖，10两银子都够建好几间房的了。对于农村人来说，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5两就5两，你周身打听打听，谁家娶媳妇能有我这个数的？哼，5两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。我只有5两，不同意就不娶了。江巧巧眼看这桩婚事就要黄了，又开始哭了起来。娘，5两就5两吧，江穗要是不嫁过去，我也不活了。好好好，我的乖乖，娘听你的，就5两银子彩礼。江大娘也没了办法，只能妥协同意了。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。5两银子的彩礼，把江穗嫁给萧鹤川，请来了村长作证。陈金花当场拿出江穗的户籍文书给萧母，还有他的生辰八字，村里的师爷就给2人合了八字。这2人的八字真乃天作之合啊！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相配的八字了。萧母听了，笑得合不来彩。3天后，江穗嫁到了萧家。娘，这就是我的媳妇吗？是啊，鹤川，这就是你以后的媳妇了。你别忘了娘教你的，要对媳妇好，不能让媳妇受委屈，知道没？我知道了，娘，我一定会对我媳妇好的。行了，外面凉，你快带你媳妇回你房里去休息，照顾好你媳妇，听见没？萧鹤川牵着江穗往自己房间走。真好，四弟也娶了媳妇了，大家伙心里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了。媳妇，别站着，你坐。江穗顺着他让自己坐下，转身便去桌子上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出来。媳妇喝水，你的手好凉哦。娘说了，冷就要喝热水，多喝热水就不冷了。江穗见他这模样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谢谢媳妇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你也很好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。江穗他都不敢想，不久以后，萧鹤川要是恢复了正常，该是有多么璀璨夺目。原著中，江巧巧最后可是肠子都悔青了。小夫，快出来玩，要放炮仗了。他挠着头，堵着嘴，委屈巴巴地看着江穗。媳妇儿，我想出去玩，可以吗？好，你去吧。
兰兰，你帮我陪媳妇儿好不好？等我玩好了我就回来。四嫂，四哥让我来陪你说会话。江穗笑着点头，然后去给他倒水喝。四嫂还挺懂礼的，性子看着也很温和，应该比二嫂和三嫂好相处。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再快就是好说话。萧兰兰也和她说起了家里的人。萧母一共生了5个孩子，4个儿子，1个女儿。老大萧晴今年已经25了，有个儿子，今年5岁，叫萧远，小名狗蛋。他媳妇因为难产去世了，至今还没有。老二萧冕今年23岁，他媳妇周氏，两人成婚3年了，还没有怀上孩子的，两口子着急上火，没少吵架。老三萧毅今年20，娶妻已经有半年，他媳妇刘氏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，两口子新婚不久，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。可三嫂刘氏是个喜欢管闲事，没事就喜欢和一群妇人在一起说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。老四就是萧鹤川，今年18岁，最后便是最小的幺妹萧兰兰，今年16岁，算命说她的八字克夫。10里8村的适龄男子一听，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。媳妇儿，你听见没有？炮仗的响声好大啊！中午吉时到了，两人简单的拜了堂。黄昏时候，酒席结束，江穗也没有闲着，也帮着一起扫地。哎，你今个是新媳妇，好好坐着就行了，不用你扫地。二嫂都是乡下人，哪那么多讲究？我现在还揣着崽呢，不也一样跟着干活，也不见谁心疼我啊。多个人干更快，大家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不好吗？再说了，人家新媳妇勤快还有错了？这个三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一句话得罪2个人。这不，二嫂原本脸上还有点笑容的，说到孩子一下子就没了。三嫂知道你劳苦功高，你去休息呗，又没人说你。哟，我哪敢啊，都是萧家的儿媳，要是二嫂干我不干，一会儿人家又该说我的不是了。瞧瞧，这又当又立的，啥都让他说了，看见了吧？四嫂、三嫂就是这样，惯会在外人面前表现的，平日里就数他最懒。今儿个外人多，他就想着表现自己有多么的贤惠能干，换做平时叫他端个菜，他都不情不愿的。我说你个小姑娘家家的，还没有嫁人呢，就学着背后嚼舌根，这可不好。那也是跟你学的，全家就你最爱嚼舌根子。嘿，怎么就和我学的了？你咋好的不学，光学坏的？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一会儿娘听见了又该骂你们了。果然萧母被搬了出来就都老实了，看来平日里萧母的威信力的可足。媳妇洗脚，娘说了，晚上睡觉前要洗脚才能上炕睡觉，你先洗，我后洗。这洗脚水谁让你打的？没人让我打，我自己要打的。娘说了，要对媳妇好。就在这时候，萧母来了。鹤川呐，你先去你大哥那里找狗蛋玩会再回来，乖呀。萧婶子，啥事啊？还叫婶子呢？我可不高兴了。娘，哎，这才对嘛！你这丫头说话的音儿还怪好听的，又软又糯。这四儿媳看着就是个省心的，懂事，估计以后不会让我操什么心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灰布缝的荷包，里面鼓鼓胀胀的，一股脑塞进江穗怀里。娘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是100文，拿给你做体己的，你可别嫌少。你的情况娘也知道，到咱们家来委屈你了。这钱呢是我盘算了一下今儿个的人情剩下的，拿一点出来给你，平时想吃就买点啥。不过你可得藏好了，也别告诉你那2个嫂子知道，明白不？娘，这不行，我不能要。把我娶回家就花了一大笔银子了，我本来就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是不知道，平日里谁家娶媳妇基本都是3两彩礼，我却是5两，萧家已经很看得起我了，这钱我不能拿了。有什么不行的？我说行就行，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可不和你说这些有的没的。我走了，你自己藏好。我这算是摊上好人家了，有个好婆母啊。江穗把荷包藏到了柜子底，不久，萧鹤川就回来了，躺在炕的里侧盖好被子，乖巧的不行。媳妇，你不冷吗？快上来躺着。江穗在萧鹤川身边躺下，浑身僵硬，他睡在最边边，两人之间的距离感觉还能躺下一个人。媳妇，你离我那么远做什么？咱们得靠在一起睡才暖和。此时的萧鹤川不懂什么男女之防，主动贴了过来。江穗屏住呼吸，大气不敢出。媳妇儿，你脚好冰哦，我给你捂。这一刻，他的心也被暖到了。从穿越到了这一世，江穗的神经已经紧绷了好多天，神经放松以后，困意也逐渐袭来。而身侧传来了萧鹤川均匀绵长的呼吸。翌日一大早，江穗被村子里的狗犬声吵醒了，一睁眼就看见一张放大的俊脸，正趴在炕边看他媳妇呢。江穗被他吓一跳，一整个从炕上弹了起来。媳妇儿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没有，我准备起床了。江穗准备起床，萧鹤川却不打算走，气氛一时间凝固。媳妇儿，你不是要起床吗？怎么不动了？鹤川，你得先出去，我要换衣裳，你在这不太方便。为什么不方便？就是不方便，你听话，先出去好不好？好的媳妇，娘说了，要听媳妇的话。
萧鹤川虽然不太明白，不过他也还是听话的出去了。院子里，萧兰兰正在晾衣服，刘氏见无事，便凑到了小姑子身边。哎，你瞅瞅，都起来了，你那个四嫂还没起呢。要我说，以后也不见得比我好到哪里去。三嫂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这才第1天，你就这么说四嫂？人家累了就不能多睡会，只许你赖床呗。哼，那能一样吗？我这不是怀着孩子觉多吗？再说了，他干啥了，他就累了。那你没怀的时候觉也多啊，不也3天2头喊累？这不……刘氏立马被噎住了，觉得没意思，转身想去找周氏抱怨，结果一掉头发现萧鹤川站在后面。哎呦，可吓死我了！孩子都让你吓出来了，你怎么走路没声啊？哼！你说我媳妇坏话是不是？谁说你媳妇坏话了？你听错了。我就是听见了，你不许说我媳妇坏话。萧鹤川奶凶奶凶的，1米8几的高个，让刘氏有点怵，说话都有点结巴了。不说就不说嘛，没想到你个傻子还挺会心疼人的。哼，说谁傻呢？你再说一遍。刘氏赶紧开溜，往厨房里面钻。真是的，本来就傻，还不让说了。二嫂，你说娘干嘛非得花这么多银子给老四娶个媳妇啊？难不成他还指望2人给他生个孙子不成？就老四那个样，暂且不说，他都不懂男人女人那点事。就说老四媳妇那个小身板，一看也不是个好生养的啊。刘氏怀了个孩子真是不得了，一天天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。周氏可是3年都没生出来孩子。哼，对，就你好生养，谁能生得过你啊？真是的。切，本来就是，还不让人说了，我又没说错。周氏不想理他，不再搭腔，只是一个劲地搅和着锅里的面。岁岁，你起来了，昨天晚上睡得还行不？冷不冷？娘，我睡得很好，一点也不冷。听见娘俩说话的声音，好事的刘氏立马从厨房里面钻了出来。哟，四弟妹，你怎么还穿着以前的旧衣裳啊？昨个娘给你的衣裳和鞋子多好看呐！三嫂，我怕弄脏了，所以没穿。那不早晚都要脏的，与其放在屋里落灰，还不如穿在自己脚上呢。刚好，我昨天也没看清楚，那鞋的颜色可真好看，你快穿出来，叫我仔细看看。二嫂也说好看呢。但周氏才刚被他得罪了一波，这会子哪能顺他的心思？三弟妹，我可没说，你别带上我。被周氏给拆了台，刘氏那个气，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没了。他又想说点什么，可看见婆母那面无表情的脸，他又不敢了。这周氏真是个猪脑袋，没看出来我在给你谋福利呢，一点都不配合。唉，行了，都有，过几天去镇上，我多买几双鞋底子和扯点鞋面子，给你们1人做1双，省得你们觉得我偏心。哎，谢谢娘，那我可等着穿新鞋了。得逞的刘氏哼着歌回厨房里头看火去了。江穗刚来，他还在适应期，所以话比较少，多听多看为主，先弄清楚一家子的气性再说。四嫂，咱们俩差不多大，身量也差不了多少，你先穿我的衣裳吧。你现在是新嫁娘，得穿几天鲜艳的衣裳，吉利。兰兰，你不用这样，你留着自己穿就好。怕什么？给你就拿着，他衣裳多得很，一会儿娘再去柜子里翻翻从前的衣裳，找几身给你改改，你别嫌颜色老气就行。现在都是一家人了，还那么客气做什么？媳妇儿，你快接着！我跟你说，兰兰穿着这衣裳可好看了，你穿着肯定也很好看。我想看，我还要叫大壮他们都来看看我媳妇有多好看。就是四弟妹，兰兰给你就穿呗，这丫头平时可抠了，难得这么大方，说明她跟你亲近。这时候萧家几个兄弟都挑水回来了，大哥萧晴笑得一脸朴实，另外2个兄弟也跟着边笑边点头表示赞成。大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感情我在你眼里就是小气的人呗。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，你2哥3哥都是这么觉得的。几个哥哥们笑而不语，算是默认了。萧兰兰佯装生气跺脚，众人其乐融融。看得出来，萧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们关系非常不错，哥哥们很宠最小的妹妹。饭后，萧父和3个儿子扛着家伙事下地了，家里面是女人们打理。四嫂，和我一起上山采菌子吧。今天出了大太阳，前几天下过夜雨，山上的野山菌应该都长出来了。好呀，我正想着不知道干点啥呢。兰兰，我也要去，我要和我媳妇一起。你不去找大壮了？也不和狗蛋一起玩了？我就喜欢跟着我媳妇，我要保护我媳妇，不能让她受委屈。唉，那你上山不能乱跑。萧兰兰和江穗1人挎个篮子，萧鹤川背了个大背篓，3个人并排上山。萧兰兰带他们来的这片板栗林子也是神了，这些菌子就跟长疯了似的，才刚刚开始采就已经装了1篮子了。哦，今年是个肥年啊，往年可不见这么多菌子。咱们今天带上四哥倒是带对了，他背的背篓派上大用场了。是啊，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菌子呢。他是个现代人，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久了，就对这些感兴趣。采菌子真好玩，我明天还要来。
你们3个今天收获怎么样啊？江穗和萧兰兰闻言对视一眼，相视而笑。3人把篮子和背篓往那一放，每个都装得满满当当。呀，你们今个撞大运了，让你们找着风水宝地了，这是？没有，还是往年经常去的那个地儿。不过今年也不知道咋了，这菌子跟长疯了似的。或许是因为我四嫂身上有喜气的原因，所以运气好，让我们给撞上了。我们准备下午再去一趟，还有大半没采回来呢。今年争取多晒点干货，好拿去镇上多换点钱回来。那是都是沾的你四嫂的光，下午去的时候也得注意点，可别摔了碰了的，知道没？娘，我也要去，采菌子可好玩了，我喜欢采菌子。好，咱们家贺川真懂事，真厉害，是这个。萧母笑着，也没忘了自家的儿媳妇。她上前去把江穗额前弄乱的几丝碎发给她别在脑后，又轻轻地给她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如此的温柔，让江穗忍不住眼睛酸涩。这一上午累了吧？一会儿多吃点，吃饱，瞧你瘦的，赶快养胖胖的，娘才高兴。江穗红着眼睛点头，笑起来2个梨涡深陷，好看得很。这孩子，你这哭啥呀，傻姑娘？正在喝水的萧鹤川听见自己媳妇哭了，连忙扔了水瓢就过来了。媳妇哭了，为啥哭啊？他一把掰过江穗，让他面对着自己，看见他红红的眼眶，像个小鹿似的，他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脸。媳妇不哭，要笑，你笑起来可好看了。江穗被他一句话扑哧一声给逗笑了，萧母和萧兰兰也都跟着笑出了声。这孩子还怪会心疼人呢。哼，娘，我以后再也不去陈寡妇家里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，让我媳妇不高兴了。我媳妇不高兴，我就讨厌他们。厨房里，周氏忙前忙后的。咋就你一个人？老三家的呢？哼，在房里躺着呢，说是害喜难受，他害不害喜的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他就是想躲懒。他就刚1个月，那回吐了几天，之后吃嘛嘛香，能吃能睡的。老二家的辛苦你了，家里的活都是你干的。唉，这都是儿媳妇，虽说老三家的有了，但是我也分配他干点轻省的活，帮着烧烧火、扫扫地啥的。结果他连这都不想干，还老是找理由躲懒。看来我得想个法子了，不然这老二家的怨气积累的久了，是要出事的。到了饭点，刘氏就打着哈欠出来了，往桌子上一坐，便心安理得地吃了起来。萧母一脸不高兴，周氏也摆着个脸。中午你咋不帮着嫂子做饭呢？嫂子一个人做饭多辛苦。我这不是不舒服，害喜吗？看你这胃口好的，也不像是害喜啊，我看你就是懒的。萧逸，你啥意思啊？我怀的不是你的种，你搁这阴阳怪气的给谁看呢？我哪阴阳怪气了？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？你没有吗？我给你怀个孩子，我之前吐成啥样，你亲眼看见的，咋地？嫁到你家来就是来干活的，少干1天活还带翻脸不认人的。萧父见状，不满地往桌上一拍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这才来第2天，这3嫂就闹麻了，竟见他一个人找存在感了。先吃饭，吵什么吵？下午地里的活不干了。他还怀着孩子，这中午不吃也不行，一会儿你给他端房里去吃，好好说，别总是大吵大闹的。知道了，娘。饭后，江穗和萧鹤川又和萧兰兰背着背篓上了山，继续采菌子去了。四哥，你不能跑出我们视线范围内，一定要喊一声就能答应的那种，听到没？我跟着我媳妇儿走，不会丢的。江穗带着萧鹤川一路采菌子，很快他的篮子又要满了。走着走着，前面有片树林子有动静，还有动物的微弱叫声。媳妇快看，这里有野猪，看着好像受伤了，地上还流了一滩血。这可真的撞到大运了，要是把这野猪弄回家，一家人不知道能吃多久了。真的吗？四嫂，我们以后天天有肉吃了。萧兰兰感觉今天真的是运气爆棚，脸都笑抽抽了。等天黑了，咱们再下山，尽量别让人看见了。四嫂说的对，这年头谁家有点好东西不得藏着掖着的，更何况是肉。要是村里人知道我们捡了野猪，家家户户跑来帮忙，一人提1块肉走，那哪够分的？到家后几人都气喘吁吁的，大家忙到半夜，除了村子里的狗知道这个秘密，谁都不知道。今个早上刘氏起了个早床，因为他心里打着算盘，想着怎么多带点肉拿回娘家去。娘，我和你商量个事呗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，你和你二嫂一人2块猪肉拿回去孝敬娘家去吧。娘，就2块肉哪够？我家里2个弟弟呢，要不那个猪下水再给我点呗，我爹可爱吃猪大肠了。哼，这玩意是老爷们都爱吃，那萧家几父子还爱吃呢，他怎么不说？你家有2个弟弟，那咱们家还有5个大老爷们呢，4个都要下地干活，他们都爱吃猪大肠。再说了，我也是一视同仁，你二嫂都没有意见，你哪来的意见？就这么着了，啥也别说了。
娘，那今天你给四弟妹准备了啥回门啊？也和咱们一样吗？正好也要和你们说这事，免得你们有意见。这野猪是老四家的发现的，你们回门的时候都是一块猪肉、1包糖，外加10个鸡蛋，如今正好赶上了，有现成的不用花钱买。我准备给老四家的准备2块猪肉、1包糖、10个鸡蛋，再拿半个猪肝。江穗不是很想回去江家，这些东西也不太想给陈金花他们，但奈何这是习俗。江家虽然对原参不好，但至少他们还是养大了原参。陈金花看见江穗回门提了一篮子沉甸甸的东西，原本板着的脸才有了笑容，才让江巧巧去倒水去了。诺，喝水吧，新媳妇。不用了，我们不渴，这就走了。哟，现在找着婆家硬气了，以为自己已经飞上枝头成土凤凰了，最多也就是个麻雀。说是麻雀都抬举你了，自己上赶着的，还以为得了什么便宜。俗话说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我chỉ看着等你们家老公公老婆婆干不动了，你上哪硬气去？只怕是到时候还不如从前呢。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，我以后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就是，我媳妇说的对，等着瞧吧。可笑死我了，就你，我等着瞧就等着瞧。都笑话她嫁给一个傻子，还当宝贝似的。可不就是宝贝吗？这可是未来的状元郎，都笑吧。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咋地？陈金花没留你们吃个饭再走？没有，我们去打了个转身就回来了。而且我也不想留下来吃饭，无所谓。真是个铁石心肠的玩意，你好歹在他们家也10几年，真就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我如今倒是心疼我的那些肉和糖了，尽数为了小人，只是委屈你了，碎丫头。娘，我以后再也不去陈寡妇家里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，让我媳妇不高兴了。我媳妇不高兴，我就讨厌他们。好好好，以后不让你去了还不成？你今个倒是懂事，还知道帮着看火呢。一会儿奖励你喝糖水。一听说有糖水喝，萧鹤川这才喜笑颜开，把不高兴的事甩在脑后了。翌日刚起床，大哥的儿子狗蛋就拿着书本过来找萧鹤川了。小夫，你快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。萧鹤川只是看了一眼，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字怎么念。他虽然傻了，但是那些在脑子里。小夫你好厉害啊，我今天肯定会被夫子夸的。在书中，他可是入了内阁的，而且还得了老首辅的认可，可以说不出意外，他终将官至首辅之位。而萧鹤川被小侄子说的也是无比得意，头扬得高高的。饭后，江穗和萧兰兰继续上山采菌子，萧鹤川也跟着一起。江穗定睛一看，枯木之上居然长了3朵灵芝。对，我没看错的话，就是灵芝，2颗深紫色的，还有1朵赤色的。媳妇儿，你干嘛呢？让聚精会神状态下的江穗吓了一大跳。对不起，媳妇，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。没事，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太专注了。哇，媳妇儿，好大的菌子啊，好漂亮！别动，鹤川，这可不是菌子，这是灵芝，比菌子值钱好多好多倍呢，别弄坏了。媳妇，灵芝是什么？灵芝是中药材，很值钱的中药材，可以救命的。两人转头去找萧兰兰报喜，兰兰正在认真的捡着菌子，在看见篮子那几朵灵芝的时候，她呆住了。天呐，四嫂，你这是被福星附身了吧？你怎么运气这么好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遇见了。我估摸了一下，这几朵灵芝至少也得6、7年的年份了，就是不知道能值多少价格，最好是能趁着新鲜赶紧转手卖了，还能多得点钱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要不要再在这附近继续找找？就像你说的，既然出现了，就代表这附近肯定还有。兰兰，这灵芝之所以稀罕，就是因为它不是菌子这种常见的东西，物以稀为贵，这东西遇见了就是运气，这要是到处都有的话，那还能算得上稀罕吗？也是哦，四嫂你可懂得真多，是我俗气了，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找找看，万一见鬼了呢？媳妇你好厉害啊，每次都能捡到宝贝。灵芝呢？在哪里？灵芝没有，人参倒是有。哇哦，四嫂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！媳妇你好厉害啊，每次都能捡到宝贝。鹤川也很厉害啊，这几天很乖呢，从来不含苦累，等人参灵芝换了银子，叫娘给你买好吃的。咱们先回去吧，把这事告诉娘，尽快出手是最好的。3个人脸上洋溢着笑容，一看今天的收获就不少。哟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是又找到风水宝地了？是啊，你们今天又捡到什么宝贝了？今个收获还不错，所以就早点回来了。哟，还不能跟我说说了？那我回屋待着了。娘，四嫂，我昨晚从窗户外面经过，听见了三嫂跟三哥商量借钱的事情。这要是被三嫂知道了，我们弄到了灵芝人参这种好东西，指不定又要开始打主意了。
他家一个哥一个弟，全是懒汉子，要是被他知道家里有了闲钱，那还不得想尽办法的怂恿三哥去补贴娘家才怪。娘，我们今天又弄到好东西了，您瞧。这些可是灵芝。是的娘，这些就是灵芝，还是品相很好的灵芝。这2根则是人参，应该能卖不少银子。不过很可惜，有1根被我给弄坏了。这灵芝人参被传得神乎其乎，大家都说这是灵丹妙药，是大补的东西。听说上等品质的灵芝和人参能卖好几10两银子呢。萧母伸手掐了一下自己的手。天爷呀，我真没在做梦啊！岁岁呀，你简直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这才进门几日，不知道给家里添了多少好运了。娘，咱们明天就去找家好的药铺，把这些灵芝和人参卖了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至于那株坏了的人参，就留着煲汤用吧。3嫂怀着孕需要补身子，2嫂的身子也需要调养不是？别浪费了。岁岁呀，你真是个好姑娘啊，还惦记着家里2个嫂嫂。娘听你的，东西是你带回来的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明天娘带你去镇上的药铺走一趟。这镇上地方不大，来往都是附近那些个村镇的村民看病抓药，平时也舍不得花钱，哪里舍得花钱买灵芝？娘，咱们镇上离县里头远吗？说远也不远，如果是搭马车去的话，一来一回也就1天，早上天不亮就动身，手脚快的话，能赶在天黑之前回来。岁岁，你可是有别的打算？娘，我想着这么好的药材，品相俱佳，要是在镇上的药铺，铁定被压价。咱们又是头一次去买卖药材，一出手便是灵芝人参，就怕别人欺负咱们是外行，低价买入，到时候转手就高价卖给那些地主富豪了。但如果能跑趟县里的话，咱们肯定能多赚点。到时候咱们直接去最大的药堂谈。我看了一下，几朵灵芝，少说得有6、7年的品相，咱们可得好好计划，别怕麻烦，能多赚一点就多赚一点，不是？江穗把自己的想法仔细分析给萧母听，思路清晰。萧母听完连连点头。岁岁呀，还是你聪明，你脑子比娘好使多了。那就依你说的，咱娘俩明天跑趟县里，一会儿我就去找二麻子说一声，让他明个早上套上牛车，天不亮咱们就动身去赶镇上去县里的马车。夜里，江穗和萧鹤川躺在炕上，萧鹤川帮他捂着脚，黑夜中他的眸子明亮着。媳妇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和娘上街上玩去？你也想去吗？没有，我才不去呢。娘说了，赚了钱会给我买桃酥回来吃，还说会给你买漂亮的花布彩衣裳穿。可是媳妇，你能不能和娘说，我不吃桃酥了行不行？因为我想把买桃酥的钱都留给你才花布。此刻的萧鹤川，孩子心性，至纯至真，对自己喜欢的人会毫无保留，这种感情不掺杂男女之情。可哪天他要是恢复了正常，可还会如今日一般？唉，桃酥得吃，花布也得裁，但咱们凡事得慢慢来。至于新衣裳，买多了可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兰兰说，姑娘们都最喜欢穿新衣裳了。媳妇，你不喜欢吗？江穗扑哧一笑，一想到自己接下来的答案，他自己都忍俊不禁。因为我还要长高啊，长高了，衣裳穿不了多久就不能穿了。哦，媳妇儿说的好有道理哦。娘也经常说，小孩子长得快，鞋子衣裳一次性不能添置太多，穿不完就浪费了。说着说着，他便犯困地睡着了。翌日，婆媳2人坐上二麻子马车去直奔到县里最好的药堂济善堂。二位看诊还是抓药啊？小哥，我们不问诊也不抓药，我们是来卖药材的。这位婶子，我们济善堂有专门的药材供应商，平时不收零散药材的，要不您还是去别家问问看。这位小哥，我们带来的并非是普通药材，你瞧，这样的济善堂可愿意收？昨天才新鲜采摘的，保存完好，品相俱佳，劳烦您进去和管事的通报一声，给个机会吧。虽说他们不是学徒，只是接待的小厮，可在药堂里头日日耳濡目染，也是认得这些好东西的。行，我进去通报一声，二位稍等片刻。二位，东西先让我看看吧。我们济善堂行事一向公正，若是东西好，定不会叫二位吃亏的。管事的用10分专业的手势，拿起其中一株紫灵芝放在手上打量。二位，东西我已经看过了，是好货。这2朵紫灵芝的年份大概在10年左右，品相算是上乘。按照市面上的回收价，我给你们8两银子一朵。至于这朵赤灵芝，年份大概是8年左右，品相较2朵紫灵稍微次了一些，就算5两银子吧。这根参是野山参，年份的话不到30年。但是根须茂密，胜在品相，就算4两，加起来一共是25两银子，二位看看可行？可以，您是个爽快人，济善堂的名声在外，都是夸奖的好词，
我们也信得过，就按您说的，25两银子成交。行，我这就让账房出2张字据，买卖有凭有据，你我都放心。待字据写好了，咱们都按过手印，落了名以后，我就让账房准备现银给你们。很快，账房先生便拟定好了1式2份的字据，萧母和管事的1人1份，按了手印，给了银子。江穗看着那2个10两的银锭，犯了错。管事的，能否麻烦您给我们把这2个银锭都换成碎银？都换成碎银子，这是何意？管事的，我们都是庄稼人，家里离这县里也远，这银锭子揣在一个兜里，未免太招人注目。我们娘俩又都是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对吧？小心点总是好的，所以我就想着，要是把银锭子换成了碎银子，我们更方便带在身上，平日里也好花销，能找得开。都是小事，给你们换就是了。你倒是心思细，考虑得很周全。走，咱们去给贺川买桃酥去，再去给你买花布裁2套衣裳穿。哦，还有答应你嫂嫂们的绣花鞋，那鞋底还有里子面子都得买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花你赚的钱买，娘花自己的钱给他们买，这些都是你赚的，自然都给你。哎呦娘，什么你的我的，你花就行了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今天就买桃酥回去就行，至于别的就改天在镇上买吧。路途遥远，咱们这大包小包的拿着也不方便，而且我也不急着穿新衣裳。那行，就听你的，今个只买桃酥回去，多买点，大家一块儿吃。好嘞，买桃酥去。我和你说过的，不许骂我娘和我兄弟。刘氏看到买回来这么多桃酥，馋得2眼放光，迫不及待伸手去拿。别动，猴急啥？大家都有份。哪是我猴急啊，那是你孙子想吃了。啥都是我孙子想吃，贺川和狗蛋都没有你那么积极，只是乖乖的在一边等着，你急个啥？萧母给在场的1人分了2块桃酥，萧母自己也吃了1顿，剩下1包，等晚上几个爷们回来了，留给他们也尝尝。媳妇，你多吃一点。2个人几乎是同时开口，但想法都是一样的，为对方着想。大家听见他俩的动静，齐刷刷的都看了过来。四哥自从脑子坏了以后，就特别喜欢吃桃酥，每次娘给他买桃酥，他自己都嫌不够，但现在有媳妇了，居然愿意把自己的桃酥分出1半给四嫂，可见四哥有多喜欢四嫂啊！我回来之前已经吃过了，现在吃不下了，你帮我分担一下吧。娘，你居然偏心给四弟妹开小灶，这缺心眼子，看不出来人家是在哄小孩吗？这还当真了。晚些时候太阳下山了，萧父和儿子们都回来了，萧母才给他们爷几个1人又分了2块桃酥，顺便把今个去县里的事情悄摸和自家老头子说了。嘿，你们娘俩够能耐的呀，这么大的事居然能憋着不说。那能说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许说，这银子是碎碎的，灵芝人参都是他认出来带回来的，咱们不能惦记，他想怎么花也是他的事情，愿意让我们沾光就偷着乐吧。你可得把嘴闭严实了，别让那老2家的和老3家的知道了，到时候他们要插一脚进来，这银子你是分呢还是不分呢？要是分了，那对碎碎也不公平，毕竟他们可没出一点力气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，到时候别把妯娌之间的矛盾搅出来了。我知道，老婆子，我是那不明事理的人们，我不会说的。再说了，江穗嫁给咱贺川本就是委屈了，人家不嫌弃，有啥可挑的？要我说，她是3个儿媳妇里面最省心的一个，或许真像你说的，她是咱们家的送福锦鲤，她一来，啥好事都可尽往咱们家攒。是啊，穗穗乖巧，人也聪明，主意正，在外头也撑得住场子，以后啊，我可是多了个帮手了。对了，1半的银子还在我这呢，我得给穗穗送过去。这老婆子真是，说她才迷吧，她又不惦记儿媳妇的银子；说她不才迷吧，她瞅这银子乐开了花。萧母准备去一趟江穗那里，刚出门就迎面撞上江穗，她也来找萧母送那另1半银子。江穗把自己的来意和萧母说了，她要把银子都放在萧母这里。孩子，这都是你赚的，都是你的，娘不要。我还说把身上这1半给你送过去呢。娘，我是认真的，这银子就放在你那里，以后家里哪里需要就补哪里。说实话，我得感谢您把我从江家带出来，让我脱离那个魔窟，对我好，给我体面。要不是您，我说不定已经被卖给镇上哪个地主当小妾去了。您恩情我心里记着呢，一辈子不敢忘，所以我当您是亲娘，相信您，也想对您好。这银子就放在您这，我放心。而且我那屋里平时人来人往的，这不是怕丢吗？那行，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这银子娘就暂时帮你保管着，你要用的时候我再给你，不会乱花的。不用，我都说了，家里哪里需要就补哪里，不用顾及我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2家话。再说了，往后贺川要是好了，他肯定还得继续念书，念书不得花银子啊。这银子可以攒着，将来给他念书用。穗穗，你真觉得贺川将来还能好？他们都说贺川好不了了，一辈子就这样了。能好，一定能好的。贺川不是一般人，
他得是天上月，总有圆满的那一天。金鳞起飞驰中物，他小时候那么聪明，老天要是有眼的话，断不会叫明珠一直蒙尘。说的真好，岁岁你也不是一般人，因为一般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，你一点也不像是没念过书的。对了，娘，这25两银子，拿3两出来给兰兰吧，她也出了力气，这是她应得的一份，您记得给她，让她拿着当个提己钱。她的情况我也知道了，既然夫婿难寻，那她自己的腰包就得硬气点，以后才能护得住自己。江穗始终记得萧兰兰的那份，她被命格的事情给烦扰着，找不到好的夫婿，有钱也行，钱能买到快乐和安稳。4月份的天气，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，一家人搁院子里晒太阳。赶巧，刘氏的娘以及哥哥刘江就来了。哼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们来准没好事。刘氏见娘家人来了，喜笑颜开。老三萧逸无奈地抓了抓脑袋，因为他大概知道他这丈母娘是为了什么事来的。亲家母，我大儿子刘江下个月要成亲了，来给你们报喜的，请你们一家人到时候去喝喜酒。要成亲可是大好事啊，祝贺祝贺呀！饭桌上，刘母几次看着萧母，欲言欲止，儿子刘江则是时不时在桌子底下扶他娘的胳膊肘。亲家母这一回亲自过来，保不齐得和钱搭边，要是借个1两半两，我多少还是愿意的，但要是借的多了，我也拿不出来。饭后，萧母在厨房忙着，他凑了上来，该来的还是来了，得了，听着吧。亲家母，我有点事想和你商量商量。啥事？您说，需要我出力气的地方我绝不含糊。倒不是需要你出力气，就是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找你开口的，但又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说呗，老姐姐，我听着呢。是这么回事，我那大儿子刘江啊，今年也已经20有2了，寻常男儿这个岁数，孩子都有了。今年好不容易有个看上他的姑娘，愿意和他过日子。你也知道，我家那口子身子骨不算硬朗，开春的时候又病了一场，花了不少银子。可这姑娘家要的彩礼又多，说是要4两彩礼，外加扯几尺大红布做嫁衣，还得要口大红木箱子添彩。好妹妹，你说这不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吗？我这实在法子了，腰包瘦，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好事搅黄了，这才舔着脸来求你了。亲家母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懂你，但是呢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前些日子才给我那4儿子办了喜事，娶了媳妇，如今这腰包也瘦着呢。不过你放心，多少我还是得帮你的，我这还剩1两银子，一会儿我就都拿给你，你先凑凑，毕竟孩子的事是大事，你再找其他亲戚凑凑，先把儿媳妇娶进门，至于银子，来日方长，以后再慢慢还就是了。不行啊，亲家母，我这能借的都借了，大家都困难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才舔着脸找你开口的。你看看能不能再多添点？亲家母，你这话说的，那他们有难处拿不出银子来，那我们就没难处了吗？这年头谁家日子都不好过，更何况我这还有一大家子人要等着吃饭呢。这1两银子已经是我们家的全部了，你愿意拿着就拿着，不愿意就算了。哼！刘母见谈不拢，索性也不装了，气呼呼的就去找自己闺女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刘氏气势汹汹的冲了出来，直接找到萧母撒泼。好啊，你们萧家人够精明的，兜里揣着好几10两，吃独食，偏心小的，藏着掖着不告诉大家伙，把大家都当傻子蒙在鼓里呢。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，结果自己这心眼子比谁都多。他怎么知道我们兜里揣着好几10两？你又发什么病呢？我发病，萧逸你自己问问你娘，干的是人事吗？带着自己的小儿媳妇，偷偷摸摸跑到县里去卖灵芝人参，赚了好几10两回来，愣是一个字不透露，还搁那装呢。要不是我家里人亲眼看见了，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去拜神去了。结果呢，是去闷声发大财去了，赚的银子一点不打算分给你，全部留着给他那傻儿子呢。我倒要看看他这么偏心那个傻子，以后谁给他养老送终。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整个院子，刘氏被一巴掌打懵了，捂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他。我和你说过的，不许骂我娘和我兄弟。萧逸，你居然敢打我女儿，我和你拼了！刘母冲过来，对着萧逸就是一巴掌。刘江见他娘上了，于是自己也跟着上。你敢打我妹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萧家的兄弟不能眼睁睁看萧逸挨揍，于是上前来拉架。刘氏被打了一巴掌，就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，傻乎乎的。穗穗，这事儿为什么会被刘家人知道？难不成是那天在县里被他们看见了？可就是看见了，也不该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！季善堂不可能这么好打听事情，别人一打听就全说了。穗穗，先不管了，当务之急，眼下得是先稳住场面，不然这大白天的，万一被人看了笑话咋整？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你刚刚说，我昨天带着江穗去了一趟县城，的确有这么回事，我们也的确是去卖灵芝人参的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没必要瞒着了。可这事儿我得说清楚，不存在什么偏心不偏心的。
因为卖灵芝人参得来的银子，除了江穗以外，和我们没关系。灵芝人参是他找到采回来的，这一点兰兰和贺川可以作证。要不是他，我们也根本不认得什么灵芝人参。我只是陪他去了一趟县城而已。那既然是他采回来的，那这些银子就是他的，谁都没资格过问，更别提你们这些没出过一点力的，还想分一杯羹不成？说到这里，一直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周氏也抬起了脑袋，先是看着萧母，随后看向了江穗。江穗直接对视了一眼，周氏只是望着他，抿了抿嘴，随后又低下了头，眼神里头说不清有什么情绪，总之没看到贪婪。哼，呀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你平日里不是最喜欢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吗？那既然江穗已经是萧家的媳妇了，那她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赚了银子何必藏着掖着，拿出来大家伙一起花啊！平日里三个兄弟照顾着老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帮衬兄弟怎么了？他倒是理直气壮，这要是换成他，估计他连萧母都不会说，更别提帮衬兄弟。这个三嫂就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，自私自利，有好处就上赶着，但是要他主动奉献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要是家里有什么难处，他保管第一个撇清自己。你说的倒轻巧，说这话之前也不问问自己，换作是你拿到这笔银子，会不会想着拿出来大家一块用呢？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何必要求别人做到？我自己赚的为什么要拿出来？有这钱干嘛不自己攥着？可问题是我娘家现在需要银子，我必须得帮娘家人争取。我娘只是想管你们借点银子给我哥娶媳妇而已，又不是不还了，干嘛这么小气？就是我们又不是不还了。贺川媳妇，我看你呢也是个乖巧懂事的，一定能明白婶子的难处。只要你愿意借婶子银子，我们一定会还给你的，成不？刘母趁机上下打量了江嫂，看他这么小小一个人，又默不作声的，应该是拿捏的。反正这银子借了，什么时候还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我女儿如今还怀着他们萧家的种呢。坏了，这矛头指到穗穗那里了，他会怎么解决？这银子我当然愿意借。此话一出，不但是刘江笑了，感觉阴谋得逞了，刘母也忍不住笑了。我就知道你一看就是个好孩子，懂事。别啊，四嫂，这银子借了，那可就是肉包子打狗了。嘿，你这丫头真是少教。你说谁是狗呢？一个黄花大闺女不在自己房间里待着，你出来凑什么热闹？江穗明白，但他自有分寸，于是拍了拍萧兰兰的手以示安抚。刘婶，你想借多少银子？我算了一下，彩礼加上红布，加上打箱子、柜子这些家具的银子，还有到时候办酒席的银子，借个10两银子差不多够用了。10两？他可真是狮子大开口，他咋不上天呢？这到底是他娶儿媳妇，还是想萧家帮他娶儿媳妇？10两花不完，还能有剩的，到时候日子可滋润了。好家伙，这算盘打的。10两啊，有点多了，不过也不是不行。哎呦，不多不多，听说你们一共卖了25两银子呢，10两银子算什么？你说是吧，贺川媳妇？婶子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，长得又俊，心眼又好，你这么善良的人，以后是会有福报的。你瞧瞧，他果然打听得门清，连卖了多少银子都知道。萧母和萧父都在一边干着急，又不好说什么。老头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说了这钱老四媳妇说了算，结果让人钻空子了。年轻人还是经历的少了呀。刘氏这回也不哭了，反倒是换上了笑脸，全然忘记了自己刚刚被自家男人扇了一巴掌的事。只有江穗看着他们沾沾自喜的模样，嘴角勾起一股冷笑。婶子，这银子可以借给你们，但我可得有言在先。不就是几句话吗？听听也不会少块肉，银子到手就行。啥言呢？你说，我们听着。这借钱呢，讲究个有借有还，想必大家都清楚。不过在我这里，要想借我的银子，那可有点麻烦。不就是借个银子吗？能有多麻烦？你要是怕我们不还，给你写个借据呗。他这也真是没谁了，都嫁出去的姑娘了，还明目张胆的帮着娘家人说话。借据自然是要写的，但我所说的麻烦是，这10两银子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我要求得在借据上写明还款期限。我想1年应该差不多够了，只要你们在借条上写上1年后如期归还10两银子即可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拿着这借据专门去一趟镇上，找到庭长大人做个公证，盖上印章生效。1年后若是你们不按时归还，我便可以去庭长大人那边上诉状，请庭长大人代为出面索要欠款。综上，如果你们没有意见的话，那就照我说的办。借据盖完章以后，我就把银子借给你们，如何？他们都没想到江穗原来是在这等着呢。这下子轮到萧家人心情舒畅了。反观刘家母子3人，在听见江穗这一系列要求以后，脸色瞬间黑如锅底。老四媳妇，不必如此刻薄吧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弄得这么生分？银子我们会还，用得人闹去庭长大人那里去吗？就是，也不怕外人笑话，多大点事还要找上庭长了？不想借就直说呗。这话可就不对了。什么叫小事？10两银子对于咱们乡下人来说可不是小事，超过5两就能去庭长大人那里盖章的。再说了，老话说得好，
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这刘家大哥和贺川他们也不是亲兄弟，那就更加得算清楚了。反正这银子我是愿意借的，我只是合理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你们不同意，我也没损失什么，毕竟谁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对吧？真没看出来啊，老四媳妇，原来你才是道行最高的那个，一张嘴能翻出花来，平日里还真是低估了你。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你不知道的还多呢。他也不反驳，只是笑。他越淡定，刘家母子三人便越生气。小乙，你哑巴了是不是？看着你媳妇被人欺负，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。萧逸用舌头抵着嘴，脸上被揍了一拳麻辣火烧的疼。不过他今个也算是明白了，他这媳妇儿压根和自己不是一条心的，他整颗心全在他娘家呢。你想我有什么表示？今儿是我的错，我对不住你，不该动手。你们想怎么打我骂我来解气都行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说我可以，说我父母兄弟不行，他们没做错什么，家里更是没亏待你。四弟妹的银子你们想借，人家还不能提要求了，又没收你们利钱，不乐意也没办法。1年就得还10两银子，谁1年还得上？谁叫你们偏偏想打着当老赖的主意，人家不得就拿廷常和律法来压你们。最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还怀着孩子呢？婆家人都欺负我，自己爷们也不心疼我，我死了算了。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刘母见状也跟着跌坐在地上，抱着自己女儿哭成一团。我可怜的女儿，是娘没本事，护不住你，也没这么大面子，让你婆家人瞧不上。不过没事，他们不稀罕你，娘稀罕你。你收拾东西和娘回家住去。